西皇孙李逆率镇西军自劳兰关南下，向西长京一路平叛，意欲营救梁王，光复大玉王朝。与此同时，平凉大将军崔颖命独子崔林率崔家军西出瀛州，剑指西长京，欲杀孙敬，夺天下。两军狭路相逢，端看谁能更胜一筹，平定宇内。战！前！大都督，粮丢了，城也丢了，没想到国治这么不顶用。这个石西皇孙李逆，还真有点让人对他们李家的子孙刮目相看。老奴该死，误了大都督的情。叫梁王来。是，传梁王。见过大都督。陈良王起来。哎。你是个王爵，我只是个都督，怎么每次见到我都要行这么大的礼啊？太子妃，小王拜见太子妃。先太子昏庸无道，早已自裁以谢天下。妾身早就不是太子妃了，还望梁王以后莫以此相称。是，萧妃娘娘。说说你的儿子吧。这蒙大都督垂问，小王有3子，长子李。谁要听这些乱七八糟的？说说李逆。这是十七郎李逆，他怎么了？梁王，你可知罪？2个月前，裴宪等人竟奉李逆为所谓的平叛元帅。哼，一个乳臭未干的李逆，被裴宪这种逆军大将奉为主帅。梁王，你这是在暗中觊觎大位吗？这小儿无礼，小儿无礼呀！小王是真不知道，这个李逆竟然能干出这等事来，我真是不知道啊！求大都督明鉴。行了，这也就是裴宪蛊惑人心的伎俩，你就老老实实的说说，你这个儿子从小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性格脾气是什么样子的？哎呀，小王的这个儿子呀！哎呀，真是不祥之子啊！实际李逆一出生就克死了他的生母，他从小顽劣不堪，不学无术。我这个做父亲的也对他疏于管教。逆小子，你娘是最卑微的奴婢，迟早有一天你会克死我们的。放开我！待他年纪稍长，更是游手好闲，打架闹事。今天这个事情，你必须给我个交代，否则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弟子。
子实在是顽劣不堪，混账之极，混账之极呀！正因为他这样，父皇，不，先帝震怒，把他贬到镇西军中去了。可是小王万万没想到，他居然这么胆大包天，这敢自称什么元帅，与大都督作对。 真是恶也深恶李密现在尚还年纪轻轻，就能出此诡计，战五望州，果然是不孝，十分不孝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怎么能生得出像李逆这样的天纵英才的儿子？嗯？派去。 是。福公竟孤身至此，果然好胆魄。皇孙过奖了，福某无他，为胆壮儿。哎，你必是裴县的小儿子吧？想当年我和你爹一起领兵征伐汨罗的时候。 你还在吃奶呢！福公10几年前征伐汨罗时，单枪匹马连闯王帐，直取汨罗王首级。李逆当时年幼，只是当故事听听。如今得见真人，方知福公神勇，确如故事一般。老了，不提当年勇，17郎才是少年英杰呀！前辈面前，怎敢谈英杰二字？请。 镇西军和崔家军在并州的事儿，老夫都听说了。这韩立既是皇孙所获，那为何不将建州城也一同获入囊中，反而让崔家占了个大便宜？我们镇西军不像崔家军这么财大气粗，所以只能拿建州换取粮草，我也是无可奈何。皇孙就不想出口恶气？ 把那崔家的粮草辎重夺过来。福公怕是忘了，我为何兵临洛阳城下？皇孙想要洛阳，福某心知肚明。只是眼下镇西军缺少粮草，人困马乏，强攻洛阳，不过是 突然替崔家军做嫁衣，这顿亏，皇孙还没吃够。这世人皆道福公勇猛无仇，没想到这离间计用的也是如此高明。虽是离间，也是实情。皇孙此刻不出手，难道就放任他崔义势大，一路坐收渔翁之利，终成心腹之患？ 难道他崔乙就比大都督还更好相与啊？福公有话，不妨直说。眼下两军压境，福某深受大都督私恩。以皇孙目前的兵力，若要攻破洛阳城，绝非易事。不若在3日内击溃他崔家军，一旦事成， 福某立刻奉上城中半数粮草。镇西军只要绕城而过，福某绝不阻拦。皇孙不妨考虑，明日给我答复不迟。好。 老夫先告辞了。哎，我已命人备好了30车粮草，今夜就可送达，作为老夫此行赠礼。福公就不怕我收了粮草之后，转头就攻打洛阳？30车粮草，老夫还送得起。告辞了。福公，你不能！我是郑国公。
滚过！好你个福元儿，目中无人，悖逆狂妄！我回洛阳已然半月，你竟一直称病不见，你什么意思你？我已然得到密报，说前几日你独自一人前往镇西军大营，私会了李逆。说，你是不是背着大都督与李逆有什么勾当？没错。3日前，我确实去了镇西军大营，还见了李逆。好，既然你都招认了，那就快快交出帅印吧！啊，傅老将军，你可是手握着洛阳军政大权，万一和李逆有什么里应外合的话，岂不是对大都督不利？哼，帅印那是大都督亲手，除非大都督亲至，否则我是不会交出帅印的。巧言令色你！我见李逆是想逼迫他去打崔家军，两军现陈兵落水，若是联手，这洛阳城就凶险得很呐。最好的法子就是让李逆去击溃崔家军。那照福老将军这么说的话，你还真有法子让李逆打崔家军不成？嘿，巧了，这李逆刚派人送了信来，说今日魏氏将出击崔家军，郑国公可有幸随老夫一同上城楼，去瞧瞧热闹？福公一见，成军一诺，今日魏氏出击崔家军。你还是在后方略阵吧，哪有主帅当先锋的呀？我若不亲自上场，福元儿怎么会信？再说了，咱们得让崔家军瞧瞧咱们镇西军的实力。如何？事后来报，镇西军已击溃崔家军，崔公子负伤，崔家军后撤30里，重新列阵。镇西军虽胜，但损伤惨重，元帅李逆腿部中枪，已被抬回军中。好。福将军，都说这个李逆狡诈，崔家军勇武，我看不过如此嘛。不如让我带兵各个击破，好向大都督报喜。什么？哎，我答应了李逆，只要他击败崔家军，便送他半城粮草，允许他绕洛阳而过。什么？你给他粮草？你还让他绕城而过？你这要造反呢你！你懂什么？洛阳乃是东都，地势人心，非同寻常。眼下洛阳城中虽然是兵力粮草充足，但若是崔家军和镇西军联手攻城，亦或是围困洛阳，断绝粮道，岂不是置京都、置大都督于危险之中？我看你就是畏战，巧言令色。哼！我冒险用计离间崔家和镇西两军，如今他们两败俱伤，只怕万一这里边有诈，必得先将他们引离洛阳，而后再筹谋如何将他们分而击尽。傅元儿假借大都督之名，是绝对不会救我们家郑国公了。只怕诸位府中的主人，傅元儿也是不会救的了。那要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傅元儿是不能指望了，我们必须靠自己把主人救出来啊！这话说的对。将军，出事了！进来。郑国公的家人率着私兵打昏了城门守卫，开了城门，引镇西军和崔家军入城了。什么？完了，全完了！这些蠢货，没想到这洛阳城葬送在他们手里。我要杀了这些蠢货，战死寻常！撤！
先去粮堂，放箭士去了。镇西军崔家军合围攻击洛阳，围城多日，难以强攻。李逆巧妙用计，令郑国公家人撕开城门，镇西军崔家军才得以潜入洛阳。福原儿奋起反抗，率守军苦战2日1夜，终于不敌。大都督，前往崔家军中的使节，被崔乙抽了一顿鞭子，逐了回来。哼！哎呀，崔乙这个脾气啊，倒是一点都没有改。崔家军的前锋已经到了九曲口，看样子是想渡河。若崔乙渡河，与李逆联手合围夹击西长京，京中又人心动荡，只怕于大局有碍。大都督，咱们要不要趁他渡河，中流击之？崔乙素来老辣，他若是敢从九曲口渡河，势必要想到那里河滩水浅，渡河易，伏击也不难。不对，他是不会从九曲口渡河的，8成是虚晃一枪。崔乙的儿子不是被人劫杀了吗？我看他此番未必是冲着咱们西长京来的。放他渡河。大都督，若崔家军渡河之后，与李逆……放他渡河。他若是敢火中取栗来攻我们西长京，那我就跟他决一死战。他要是奔洛阳去，那我就派出兵马，趁隙剿灭李逆。阿英，我真舍不得走。那你要不要留下来？我倒是想，我想带你一起走，只怕你阿爹崔大将军肯定不会答应。那你是想得太美了。我送你个礼物。嗯。
韩英，韩英，等到天下太平，我定娶你为妻。等我上门提亲，我一定会上门提亲。我要娶你，我要娶你，我要娶你！韩英，我要娶你！公孙，快走！离开这儿！秦王，你该走了。韩英，老周，等我。夜半风凉，还是回去歇息吧。当初我以为天下莫能敌，裴县老矣，崔有接受牵制，如今看起来，真是一招不慎。崔乙既夺东都，定会与李逆起纷争。若是杀了梁王为帝，便会与李逆结成生死大仇。哼！如果他们联手对付我，那我们就决一死战，杀个痛快。
乱民强掠太仓，只怕李逆就要攻城了。阿进，我不想让你再去打仗。我们走吧。自从我们重逢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想，这日子过得真快啊，一会儿半辈子就过去了。要不我也出家，陪你去守城吧。少华，你好好待着，等我战退了李密之后，回来陪你一块儿饮酒。我等着你回来。等我回来。给我杀！这里，还有这里，严加防守。报，谭都督，镇西军和崔家军攻势太猛，四处架设云梯，几个城门都有工程锤重击，我军将士疲惫不堪，死伤惨重啊！令禁军后营上城墙，严守城门，一步都不许退，退者军法处置。是。
竟有士兵动起手来，有的还将手船用的火药请大都督示下。城中乱民，一个不留，统统都杀了。是。大都督，目前城中已乱，情势危急，大都督不如提前退走，到潼关再做计较啊。只要守住这几日，我们郑百余的大军就会回来了，自然会将镇西军和崔家军包抄围剿。大都督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不要再说了，灭所有兵士。大都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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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都督。锦年啊，既然我已经与李逆暗中商量好里应外合，那我们必须要在宫内也给孙敬致命一击。娘娘，你醒醒，来人！按照惯例入宫拜别先帝，启程去劳兰关。那时我犯了错，先帝十分生气，不愿赐剑，便命人传话于我，让我安分守己，不要再给李氏子弟抹黑。殿下现在已经收复西长京，也可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了。追孙敬的人如何？哦，经过几次短兵相接，还是没能拦住他们。孙敬的亲信副将誓死护卫，看来孙敬现在应该还是昏迷不醒。他们且战且退，已经连夜退到潼关了。崔大将军呢？这破城之后，崔大将军便率队入宫，在建元殿前下马，后入云霄台。他说了一句“一行阑珊”，不过如此，便率队出宫，前往了城外崔家军的大营。
过如此。我也想如他一般，破城杀敌，到最后再来一句“不过如此”，拂袖而去。这才是真正的大将风范。殿下，您与他还是不同的。可此时的我，十分羡慕他。殿下出劳兰关，率兵秦王平定天下，现在已经收复西长京，所以从此之后，已不与世人相同，也不能再说羡慕他人了。是啊，多无趣啊！唉，阿莹呢？他跟崔大将军一起出城了吗？哇，原来这就是皇宫啊！哎，小伟，这里好像除了楼高一点、屋子大一点以外，也没有什么不同嘛。你看，咱们现在待的地方叫做玉辉楼，往前那边是建元殿、乾政殿、景德殿。那些都是前朝皇帝理政的地方。那个高墙后面就是东宫，以这个玉辉楼为界，再往后就是后宫了。哇，这么大一片屋子，得住多少人啊？皇帝有10几个儿子，100来个孙子，人丁兴旺。宫里住不下，就等这些诸王成婚之后，给他们分府，住到宫外去。只可惜孙敬谋反，把这李氏子弟几乎都屠戮殆尽了。哎，秦王来了。阿莹，有一件事，我想要拜托你。什么事？现太子妃萧氏，她忍辱负重，为了给孙敬下毒，自己也身中剧毒。如今他性命垂危，我想要请桃子给他医治，一男女有大方，请你代为照顾。原来是他给孙敬下的毒。你放心，如此大义之人，我定不负你所托。就是这盒口脂，娘娘说，若在饮食中下毒，只怕会引得孙敬察觉，所以才下在口脂之中。娘娘还说，这毒药啊，有一股甜香，也只有口脂的花香，才能掩盖住它的气味。而且只有一次机会，终于等到攻城之日，他立刻将毒药涂在了自己唇上，全然不顾这毒也会侵入他的心脉。娘娘，这是冲着同归于尽去的。儿臣见过父皇。免礼免礼，谢父皇。秦王遣了兵马出城来迎接。朕作为天子，要摆了大驾，回西长京，接受百官的朝贺。父皇，儿臣有几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？说。如今秦王已经收复了西长京，立下了不世之功，不知父皇打算如何犒赏秦王？他可是朕的儿子，
这再说了，为君父分忧，这不就是他的本分吗？还有什么犒赏啊？父皇已经封3弟为秦王了，这众亲王之中，唯以秦王的封号是最为贵重的。若是再犒赏的话，也只有封3弟为太子了。你说册他为太子，立嫡立长都轮不到他，你就说说为什么要册他为太子？若父皇眼下无立3弟为太子之意，他又刚好立下了大功，没有犒赏，只怕这别有用心之人会挑唆3军，到时要闹出什么哗变，那就不妥了。哗变？这是父皇莫慌，父皇回宫之后可以打开宫中内堂，据说这孙贼走得匆忙，宫中内堂中的贵重财物都没有带走。内堂？是啊，父皇，父皇不妨打开宫中内堂，赏赐给收复西长京的将士们，将士们自会感激陛下的圣恩，就算有人煽动，也不会跟着闹事。还是俊儿来儿的法子好啊！朕回到西长京，就把宫中的内堂打开，犒赏3军。陛下公参天地，泽披万世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公参天地，泽披万世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娘娘，娘娘你醒了。娘娘你醒了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说明毒性消解了。外面是什么声音啊？娘娘，您都昏睡了好多天了。亲王殿下率镇西军收复西长京，迎陛下回宫。今日啊，陛下受百官朝贺，外面的声音正是3军的谢恩之声。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。娘娘放心，我们赢了，赢了。这2位姑娘是？娘娘，这是崔家军中的何校尉，受秦王所托，特来照顾娘娘的。多亏何校尉带来桃子姑娘，每日精心配药，才终于解了娘娘的毒。多谢何校尉。娘娘大义，救了天下人，何某应该替天下人谢谢娘娘才是，又怎担得娘娘一个谢字？大都督，不要外传，免得动摇军心。是，只不过这毒如此阴狠，还是要追查到底，是何人下的毒吧？不必了，只怕在大都督身边留此隐患呢。郑百月的10万大军，一路奔劳折损，回来的就只剩下6万。没想到剩下这几万人又折损在常州。崔宇这个老匹夫，果然是个劲敌。大都督，崔已夺了常州，若他与朝中相争，咱们或许还有1、2机会。朝中唯有李逆可以和崔乙一战。我看这次崔乙南下，8成就是李逆的主意。没想到
我孙某竟然落到如此田地，为今之计，只有坚守潼关，尽快的把太孙李玄泽抓到，才能破局。父皇莫急，儿臣准备了快马，如果战事不利的话，儿臣一定会护送父皇南撤的。只要进入江南岸有长江天险的话，那定会安然无虞的呀。父皇，万一战事不利，儿臣愿意留下来，率后队抵挡敌军。到时还请大哥护得父皇先行一步。二弟你果然是忠勇可嘉。大哥是父皇长子，将来这天下大事和父皇都要倚仗大哥呀。我若是能留下来抵挡住敌军，护得父皇和大哥周全，就算是死也值得。哎呀，莱儿真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呀！哎，二弟呀，二弟你不能，陛下，陛下，启禀陛下，前线来消息了。快说，秦王破西长京了，恭喜陛下！秦王大破孙贼，已经领军攻入西长京。什么？恭贺父皇！父皇洪福齐天，必有天下，秦王才可以收复西长京啊！恭贺父皇！父皇重用秦王，秦王才能收复西长京，此乃父皇明鉴千里，是天下之福啊！好，很好。哎呀，吴国师说的没错，朕就是真龙天命，只有朕登基为帝，才能够拯救天下苍生。恭贺父皇！殿下不要怕，这。韩将军，这么久了，围追堵截，斗智斗勇，每次都让你侥幸逃掉。幸好前日我们故意在华阳镇没有追踪，让你以为安全。今天这才拦住你们。韩将军，大都督敬你忠义，只要乖乖交出太孙，便饶你不死。保卫太孙！拿下！杀！
白驹的东西！放开我！大都督，李玄泽，还不见过大都督？你个谋朝弑君的反贼！大胆！住手！别吓着孩子。哼。韩丈将你藏了那么久，到了最后关头，不还是护不住你吗？嗯？哼，即使忠心的人，那也拗不过天命吧？嗯？哼哼，嗯。娘娘，给秦王的信送出去了吗？用最快的马送过去了。娘娘放心，秦王一定会想办法救出太孙的。孙敬虽然擒住了太孙，但是我想，他不会这么快就对太孙不利。但愿来得及救出太孙。韩将军也说了，他重整残部，也会想办法救出太孙。太孙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没事的。臣请问陛下，为何下旨斥责秦王啊？朕命他去常州解围，他可倒好，非得逼着朕封那崔乙为魏阳大将军，还口口声声说洛阳既成事实，暂且不提。那可是东都，他这是拿朝廷的大事当买卖呢，还上什么奏书？还说常州势必要随崔家军一起去收复潼关。崔家军那是狼子野心啊，万一他们和孙敬里应外合怎么办呢？陛下，这件事是朝会中决议过的，既然崔乙有节制魏阳之实，何不就把这虚名一并给了他呀？听说朝中来了圣旨，是责了秦王殿下。
我猜到父皇八成是要骂我，但是我没有想到竟然会这么快。你虽然兵不血刃，解了常州之围，却让出了魏阳大将军这个虚衔，又承诺不提洛阳，这不是把天大的画饼都递给了朝中的宿敌吗？要是我呀，也会攻击的你体无完肤。你呀，就是仗着自己立有战功，朝中那些武将大多又是镇西军出身，自然会向着你。不然，只怕现在就不是下旨申斥了，而是要夺了你的秦王之爵呀！夺就夺，反正我打算打下潼关之后，就回劳兰关去，在那儿总好过在朝中受气强。只怕你打下了潼关，就回不去劳兰关了。那可不一定。十七郎，萧妃娘娘派人传急报，说孙敬抓走了太孙。什么？报！潼关急报，孙敬在潼关以太孙名义发了讨贼檄文。太孙？是。孙贼找到了太孙，在檄文中斥责陛下是伪帝，并以太孙之名号令天下秦王，驱除伪帝，奉太孙继位。父皇，那孙敬自从败退以后，早已是黔驴技穷。他手上的那个太孙是真是假，谁也不知道。儿臣以为，我们找个孩子也说是太孙，真真假假，又有谁能够分得清楚呢？先王殿下，孙敬既然敢发檄文，想必可以证实孩子的身份。如果我们找个假的，这岂不是白白让人抓住把柄，贻笑大方，得不偿失吗？孙敬手上可有何证据能证实那孩子身份吗？孙敬在檄文中说，太孙随身携带着先太子之印。陛下，孙敬以太孙质疑朝廷正统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为今之计，不管这太孙是真是假，朝廷都该派兵剿灭孙敬，收回潼关，接回太孙。臣以为秦王曾经收复过潼关，与孙敬数次交手，有上书自请剿灭孙贼，因此朝廷下旨派秦王出征，最为合适。那就让秦王领兵出征，灭孙贼，收复潼关。他不是爱打仗吗？这次就让他打个够。孙敬发讨贼檄文，不过是为征百越大军回师拖延时间，实则潼关守备军力不足。你是不是早有布置，打算趁虚而入，攻破潼关？你怎么知道我早有谋划？潼关易守难攻，但是你曾经硬碰硬打下过潼关，后来镇西军又驻守潼关颇多时日。以你的性子，肯定是把关里关外全都仔仔细细地琢磨过一遍。是啊，我在潼关给自己留了一条暗道。暗道？莫不是水渠？你怎么猜到的？潼关土质坚硬，想要挖地道实属不易，所以这条暗道应该不是新修的，而是本来就有，可以后加利用。我记得在瑞景年间，潼关曾经因为山洪爆发，把武库淹没了，后来户部拨了银两，重新修了下水的水渠，沟渠修得够深阔，应该可以走人。瑞景年间，户部的事情你都知道啊？我小的时候喜欢跟着阿爹读书，他的书房里除了兵书以外，收藏了历年以来天下各处关隘修葺的卷宗，我翻着当故事看，读了便记下了。那今晚秦王要做那钻水渠的小耗子，我当然得作陪了。我在城外等你测验。成儿，石起来！
都督，镇西军联手崔家军攻进来了，我们护送您先走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走，还能走到哪里去啊？从西长京出来，败走潼关，如今再出潼关，还能去往何处啊？大都督，镇西军与崔家军联手，敌人数倍于我们。若仗着潼关知险，还可以守一守。可如今镇西军不知从哪里入的关来，这如何守的？趁着两军混战，夜色昏暗，大都督，走吧。想当年瀚海之战，可汗将士10倍于我军，我率军拼死抵抗，血染战袍，差点丢了一只胳膊，还不是大胜而归吗？城中将士数万，还在力拒抗敌，我怎么能抛下他们呢？我不走，将太孙带来。是。孙敬，事到如今，还不弃械投降？哼！走。如今潼关已破，你败局已定。只要你放了太孙，我不杀你。你爹德尔普在我脚下求饶，若不是装死逃了过去，哪轮得到他在京中做伪帝啊？今日太孙在我手上，我才是天下正统。凭你小儿一句话，就想让我给你太孙？那你想要如何？哼！你和你的兵马即刻退出潼关，叫京中的伪帝写下诏书，昭告天下。自己得位不正，将大位归还于太孙。如今这关内的战局，你好像没有与我商谈的实力。哼，来，妮妮，这孩子才是先太子留下的唯一血脉，在你们李家，他才是嫡系正统。若是今日被杀了，你在天下人面前该如何交代？你那个伪帝父亲，在天下人面前又该如何交代？不要管我！杀了孙贼，还天下太平！杀了他！孙敬，你一代枭雄，如今竟拿个小儿做挡箭牌，岂不成了天下的笑话？你不必用激将法，你若是不退兵的话，就休怪我动手了。住手！我愿用我一命换取太孙一命。是七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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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万不可！哼！是七郎，不要管我！不要！孙贼，还天下的！是七郎，不可！不可！是七郎，是七郎！是七郎！好啊，秦王有如此气魄，那我孙某必定说到做到。秦王，你便自行了断吧。是七郎，不可！是七郎，是七郎，别听他的，是七郎，杀进去！社稷哥，不可！不要，社稷哥！
秦王殿下，孙敬身边的是假太孙，我带来的这个孩子才是真正的太孙。你说什么？李逆，你不愿意救太孙也就罢了，何必使出如此阴谋诡计，想用一个假太孙来换名正言顺绞杀真太孙的机会？大都督，你说我带来的这个孩子是假太孙，那你又如何证明你抓到的就是真太孙呢？哼，太孙身上有先太子的印鉴，我是连人带印，一并从韩畅手中夺过来。你们若是怀疑的话，那也不用争论什么了，我一剑砍了他便是。住手！动手啊，大都督！大都督就不曾怀疑云长将军韩畅如此忠心耿耿的先太子旧臣，在你擒到太孙以后，为何没有拼死追踪，召集人马救回太孙呢？至于这先太子印鉴，云长将军为何又偏偏要放在这孩子身上？他难道不知道，一旦你得到此物，便能确认这孩子的身份无疑了吗？是。众将士，杀孙敬避封侯，赏黄金10000两。杀！先带太孙走，留着他还有用。太孙，韩将军，我来救你了，走。孙坚，你起兵弑君那日，可有想过会有一败涂地这一天？秦王殿下，此等逆贼，杀了便是。我英雄一世，我若是没有中毒的话，你们再多的人
也都不是我的对手。哼！无知小儿，你妄想取我人头，我是绝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哼！这一对玉佩真是精致。我们两个一人一半，我会永远带在身上的，不离不弃，永不分离。大禹天泰元年，孙敬兵败潼关，自刎而亡。其妻魏国夫人及长子在逃亡路上被抓获。自此，孙敬谋逆之乱彻底平息。